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：寡妇嫁穷乞丐，婚后羞涩一笑。寡妇说她身上有一个好处。明朝年间，在杭州城有一家小酒馆，店铺东家是一个寡妇，名字叫花婉萱。她为人善良，能说会道，而且相貌生得美艳动人，时不时有地方的达官贵人、富强豪绅向她表达爱慕之意，但她都一一拒绝了。可以说，整座杭州城不知道多少男子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花婉萱这一天告诉大家，她准备要嫁给一个乞丐。大家听后都觉得花婉萱一定是疯了，但花婉萱只是笑笑，并没有对众人的不解做出解释。这件事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。这一天，花婉萱刚开门准备营业，门前经过一位卖鱼的老翁，正挑着一桶鲤鱼在叫卖。花婉萱看着老翁年纪那么大，不忍心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这鲤鱼怎么卖？这鱼是我今天在附近河里抓的，还新鲜着，30文钱一条。”老翁对花婉萱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把你的鱼都买下吧。”于是花婉萱给了老翁60文钱，把老翁的鱼都买下了。后来花婉萱准备宰杀这2条鲤鱼的时候，看见鲤鱼的腹部微微鼓起，似乎怀有身孕，不忍心地把2条鲤鱼放回河里去了。那2条鲤鱼为了表示感谢，欢快地拍打着水面，转了几圈后才引入河流中去了。几天之后，有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乞丐乞讨到了花婉萱的店门前。那乞丐身上又脏又臭，花婉萱看着乞丐，心里想着这个乞丐怪可怜的，便转头从厨房拿了一些热气腾腾的包子给了乞丐。以后饿了的话，直接过来我这里，我会给你一些吃的。花婉萱对乞丐说道。那个乞丐望向花婉萱，并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随后拿起包子吃了起来，然后慢慢地消失在花婉萱的视线范围。话说这个乞丐叫周俊秋，他是从扬州城一路行乞过来的，到杭州城后便在此扎了根。有人看他年纪轻轻，四肢健全，劝他自食其力，不要做乞丐了，即便做些卖力气的行当，也比做乞丐强。面对大家的劝说，周俊秋都是一笑而过。在杭州城的街上，还是能看到他乞讨的身影。自从花婉萱给了周俊秋一些吃的之后，周俊秋就时常到花婉萱店里要吃的，后面竟发展到天天都过去要吃的。而花婉萱也不嫌麻烦，每次会给周俊秋准备一些吃的。就这样过了2个月，有一天，花婉萱突然表示要改嫁了，并且她要嫁的人就是乞丐周俊秋。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都是很吃惊和纳闷。花婉萱相貌长得非常漂亮，曾经有很多的达官贵人向她表示过爱慕之意，甚至还有表示并不介意她2婚，愿意把她娶做正妻。这些人花婉萱都没有答应，现在却要嫁给一个穷乞丐。乞丐周俊秋身无长物，只要大脚迈进了花婉萱的家门，这2人便算是成亲了。婚后，花婉萱给周俊秋买了好几套衣裳，把周俊秋从头到脚打扮一番后，大家才发现原来周俊秋看起来十分的英俊，看上去竟然还有几分贵气。店里的客人就偷偷问过花婉萱，是不是早就发现周俊秋长得英俊，所以才嫁给他。花婉萱羞涩一笑，说自己只是觉得周俊秋身上有一个好处，而自己也只图他这个好处，才会决定嫁给他的。大家很好奇，但花婉萱说完以后，任凭大家如何追问，她都不再开口说了。婚后，花婉萱继续经营着小酒馆，周俊秋也从来不到店里帮忙，而是每天游手好闲，在街上逛来逛去，
甚至有人见他去了烟花柳巷之地，大家都不由得说花婉轩是不是瞎了眼？这个周俊秋分明没有任何好处，花婉轩肯定被周俊秋骗了。但是周俊秋和花婉轩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他们两人之间从来不吵架，周俊秋也不会抵触。花婉轩平常做生意的时候，跟陌生男子的说话接触，花婉轩也没有责怪周俊秋，每天游手好闲，没有正经工作。而且自从花婉轩和周俊秋成亲之后，花婉轩的酒馆生意就越来越好，几年之间逐步从一个小酒馆做成了一家大酒楼，还开起了分店。平日里酒楼出入的人也是非富即贵。随着花婉轩的酒楼生意越做越大，大家都知道杭州城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女掌柜叫花婉轩，她容貌娇美，生财有道。同时随着她出名的还有她那个吃软饭的丈夫周俊秋。杭州城里的每一个男人都很嫉妒和羡慕周俊秋，觉得他每天闲着家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既有花婉轩这样好看的妻子，也过上了很富贵的生活。现在街上多数人看周俊秋都带着轻蔑的眼神，觉得他无非是生得英俊些而已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小白脸，吃软饭的，靠自己的妻子养着。但是周俊秋自己丝毫不在意别人怎么说，依然是每天游手好闲，在街上逛来逛去。这一天，一个曾经追求过花婉轩的男子来到店里。这个男子是杭州城里出了名的秀才，他告诉花婉轩别被周俊秋的外表骗了。周俊秋时常出入烟花柳巷之地，还不如跟着他。他还表示自己不介意花婉轩的出身。花婉轩拒绝了这个男子，最后还是说出了真相。花婉轩说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如意，丈夫因为自己的外貌娶了她，婚后又十分爱吃醋，看见花婉轩和其他男人说一句话，就对她拳打脚踢，说她勾引别的男子。后来和丈夫分开后，花婉轩宁愿自己孤身一人，也不愿意嫁给那些贪图自己外貌而娶自己的人。后来某个宁静的夜晚，花婉轩做了一个奇异而深刻的梦。在梦中，她见到了那条曾经被她放生的鲤鱼，它游弋在清澈的水中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。鲤鱼缓缓游近，向他张开嘴巴，声音温和而神秘：“恩人，多谢你给予我新生，你的大恩我无以为报。现在我送你几句预言，你将来定能大富大贵。但这一切的成就需要一位贵人的协助。当这位贵人出现时，你自然会明白他是谁。”次日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床榻上，花婉轩从梦中醒来，那鲤鱼的预言依旧萦绕在心头。就在这时，店门前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他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影缓缓走近，那人正是周俊秋。他的眼神清澈而坚定，仿佛能看透人心。花婉轩看着他，望向自己的眼神，心中一动，他知道这位贵人正是鲤鱼所预言的那位。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周俊秋每天都来到花婉轩的店里，他从不挑剔，只是简单的要些食物。花婉轩每次都热情地招待他，两人一来二去便熟络了起来。在这过程中，花婉轩逐渐感受到了周俊秋的不凡。他虽然落魄为乞丐，但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不贪图花婉轩的美貌，只是真心实意地与他交往。终于有一天，花婉轩鼓起勇气向周俊秋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他告诉他自己愿意与他共度余生。周俊秋听后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随即被深深的感动所取代。他紧紧握住花婉轩的手，
两人就这样定下了终身。成亲之后，周俊秋向花婉轩坦白了自己的身世。原来他本是富贵人家的少爷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然而几年前，他的父母在一次外出经商时遭遇意外，家中的财产也被债主们瓜分殆尽。父母去世后，周俊秋独自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。那些过去他曾帮助过的人，如今却一个都找不到，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。经历了这些变故后，周俊秋看清了人世间的冷暖，他不再奢求什么荣华富贵，只是选择了流浪街头，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乞丐。后来他来到了杭州，花婉轩给了他一些包子，并且热心帮助他，让他体会到这世间的温暖。他知道花婉轩心善，看见花婉轩一个弱女子独自经营生意一定很不容易，对她很敬佩，也对她产生好感。后来花婉轩说想跟他成亲，周俊秋就答应了。成亲后，周俊秋并不是每天游手好闲，他凭借以前家里做生意的经验，并且每天都在杭州城查看其他店铺是怎么经营的，然后将这些经验都告诉花婉轩，让她明白自己的酒馆生意应该如何做，所以花婉轩的生意才会越做越大。后来周俊秋还是每天都在家闲着，花婉轩还是每天在外面忙碌着生意，夫妻之间感情非常笃定。他们之间的事也渐渐成为了杭州当地的一件奇闻。花婉轩因为前任丈夫贪图她的样貌娶了她，婚后花婉轩的前夫渐渐暴露了她自私且占有欲极强的性格，他容不得花婉轩与其他男子有任何接触，甚至连一句简单的问候都会让他醋意大发。一旦花婉轩稍有违背，便会遭受他的拳打脚踢，家中常常充斥着他的咆哮与花婉轩的哭喊。这种生活让花婉轩倍感压抑，她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黑暗的囚笼里，毫无自由和尊严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花婉轩渐渐对这段婚姻产生了绝望。她畏惧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，他的每一次施暴都让她心灰意冷。最终，她鼓起勇气，挣脱了这段不幸婚姻的枷锁，孤身一人离开了那个让她痛苦不堪的家。就在花婉轩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，周俊秋出现了。他的出现如同春日的阳光，照亮了花婉轩的世界。他善良、温柔，懂得尊重花婉轩的意愿和选择。在花婉轩最无助的时候，周俊秋伸出了援手，帮助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而花婉轩也在周俊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。他们之间的互相帮助，让彼此都感受到了温暖和关爱。花婉轩在周俊秋的鼓励下，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，而周俊秋也在花婉轩的帮助下，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。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，但始终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。他们的爱情和友谊成为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如今的花婉轩和周俊秋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证明了，只要有爱、有希望，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，我们都应该保持勇气和信心去面对他们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